徐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这个别的头条这个专访。就是您作为这个易来云的这个创始团队成员呢，我想问您一下，就说您加入到这个易来云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被发明之前，其实我们整个人类呢，在这个原子世界里面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叫原子世界呢？这里面有时间、有空间、桌椅板凳，这都是真实的，这是原子世界。那我们在这里面出生、成长、学习、工作，然后呢，用现在的话讲，你在这里去买房、买车，总之在这里生活。那么，当然也在这个原子世界里面，就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吧？很多东西是财，黄金是财富房子也是个财富等等的。那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我们发明了计算机，发明了互联网。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有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之后，我们创造了一个比特世界。这个比特世界是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最早的比特世界的应用就是收发邮件，是吧？科学家之间讨论一个学术问题，然后呢，后来又发展成了可以浏览新闻，可以上网，可以聊天，可以视频。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特世界，这个以前是不存在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人可能已经很觉得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随着这个比特世界的这个壮大呢，那其实是我们在比特世界里面，其实也创造了大量的行为和财富，可能包括一本书、一个 MP3 的音乐，甚至是每一个人在比特世界里的这个用户的行为，也会变成一个财富。那么这个比特世界呢，最初其实是这个去中心化的，是点对点的。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它逐渐的，比如说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CS 架构，是中心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一个用户的行为，或者说很多这个资产，它被存在中心了，那么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就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那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不管科技怎么发展，我们人类一定是需要一个更加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的这样的方式去生产、去交易。那么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就是它会有更高的效率，这样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会更快。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比特世界里面产生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如何让这个财富更好的去流动起来？那么这两点，我认为呢，它会逐渐的构成易来云的愿景和使命，所以这个是吸引我的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都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需要时间。那么这个里面起到最核心作用的是团队。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呢，聚集了超级系统领域的，然后呢区块链领域的，开源社区领域的，甚至务实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币的交易领域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很顶尖的人才聚集到一起，所以这个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团队呢，用很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项目，甚至是5到10年的时间去打造一个这样的项目，去实现这样的愿景和使命。所以这个是最吸引我的两点。对，确实是。对，这个跟您这个就是务实这个风格也比较近，就是相互吸引嘛。对，因为我本人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对，就是刚才那陈老师说您一直在那个这个社区。对，用陈老师的话讲，就是我们做开源社区，做自由开源社区，做了很多年。然后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都是奉献。对，就是。然后对，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奉献。然后我的第一次创业，其实就想做一个自由开源的社区。其实从社区本身来讲，我认为是成功的。但从商业角度来讲，我们是失败的，因为我们没有赚到钱。
我们甚至养活自己都费劲，对，所以说第一次创业就相当于是失败了啊。但是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是成功的，只是按照这个世俗的标准啊，我们在商业上不够成功。那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卷土重来，对，换一个新的模式。对，以前那些工作也没有白费，没有白费，积累嘛。没有，对，那是很重要的基础。对。行，谢谢徐老师。那么那个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在这个易来云团队就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在这里面其实主要是能够希望把易来云和现有的这个自由开源社区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吧。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呢，现在可能这个视频的大部分观众其实是所谓的币圈的人，就是对于比特币、区块链很了解或者很热衷的一些朋友。但是其实从他们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自由开源社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呢，事实上呢，其实比特币也好，区块链也好，它其实是这个自由开源软件运动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其实自由开源软件运动呢，其实是开始于1984年。对，这个 Richard Stallman，这位老先生，这位大师，他那个发起了周2年运动。那么其实30多年过去了，那么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成果。第一呢，就是说，产生了大量的基础性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编程语言，各种各样的应用，甚至是一个财务记账软件，像 GNU Cash， 它可以实现一个复式记账法，都有自由软件。所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对自由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了就是基于现行的各国的这个软件著作权的法律、商标的法律还有专利的法律的这种许可证的体系，比如说 GNU GPL 的这个 license，Apache 的 license，BSD 的 license，MIT 的 license。那么这些呢，它其实可以保证，就是说现有的这个自由开源软件可以不断的发展壮大，而不至于说变成了说有一天，某个人拿走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消失了。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法律的基础。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形成了这个一个全球性的自由开源社区，很多人甚至是从来没有谋面过，但大家一起在合作做一个开源项目，比如说 Linux kernel， 比如说 GNU， 对吧？好多人，全球有几千人一起来协作开发一个软件。那么这个社区有独特的文化，然后呢，大家有独特的价值观，一起来创 license 是什么，对吧？以太坊的 license 是什么，以及社区文化，那是不太可能有比特币和区块链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易来云的定位呢，其实是要做一个区块链的操作系统，不仅仅是区块链，当然也不仅仅是要发一个币，而是要包括了区块链，包括币，包括操作系统，一定要包括上层应用，否则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概念，不能够为这个现实世界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吸引这个自由开源社区的人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做一个币或者是链，而是要有操作系统，要有应用，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对。然后，当然我们希望也要建设这样的社区。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说这个整个易来云会以一个这个基金会的方式去运作，就有点像这个自由软件基金会，就 FSF，也类似于阿帕奇基金会，类似于那个 Linux 基金会，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个基金会，所以我们的运作呢，其实也是完全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在运作。然后呢，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易来云就是一个自由开源软件项目，目前的代码托管到 GitHub 上，每个人都可以 check out，都可以 build， 对吧？都可以去学习、去改进，然后呢，去提高自己的能力，甚至是直接贡献代码参与开发。对，所以说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那我们就是一个自由开源软件项目。那么，而且呢，我们的定位呢，第三点就是我们是一个
国际化的自由开源软件项目。当然，我们的起源是中国，但是我们的定位不能停留在中国，这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社区。对，所以说这几点呢是说，是构成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自由开源软件这个运动和社区对我们很重要。那么以此带来的就是2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易来云这个项目，能够回馈之前的自由开源软件社区，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人为这个世界做了大量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但是没有得到回报。但是呢，这些人的初衷，也是不求回报的。对，这个我们很尊重的。但是呢，我们认为有回报不会是坏事。对，所以呢，这块我其实也跟这个陈荣兄跟这个韩峰兄一直在研究我们如何回报以前的自由开源软件社区。那这个也会构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很紧密的一个连接。第二呢，就是说除了回报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视频，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呼吁更多的这个自由开源软件的开发者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做一些能够真正的这个改变世界的事情。所以这个主要是我要在这个项目里要承担的一些这个角色。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万里长征刚走了第一步吧。其实我特别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团队的人，然后呢，我们的开发者，我们的社区，甚至是将来我们币的这个持有者，我们币的用户，我们币的这个我们之上的应用的这些人都能够用一个很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用很长远的眼光来做这件事儿，对，不求一时的这个快速的增长或者回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